以前的桃色绯闻能搞垮一个权贵，现在的性侵黑料却连人家的政治生涯都影响不了。同志们，你们看美剧、看电影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看到皮条客这个职业，周旋在风尘场所，靠着拉拢权贵名流，靠着牵线搭桥，挣得盆满钵满。就说《权力的游戏》里那个小指头培提尔·贝里希，他开的妓院是不是妥妥的权贵密谋中间场所？兰尼斯特家族各路领主明着是寻欢作乐，暗地里是全在这儿密谋夺权，交换情报，捆绑利益。说白了，那种风月场所就是温斯特洛大陆的权贵利益交易所。以此类推再往前想，中国古代的青楼，那些江南花魁名妓，哪个不是宾客盈门？连皇帝老子微服出巡都要偷偷跑去打卡。比如宋徽宗为了李师师不惜挖地道出宫，听着是不是一个风流韵事？但是你往深了琢磨，李师师远在民间青楼，深宫之中的宋徽宗咋会知道他的名号？那就得看看是谁让宋徽宗知道了这个李师师。这个人帮皇帝圆了这份小心思，对宋徽宗来说，是不是就变成了大大的功臣，就能加官进爵了？对了，不得不说，这是一条不用靠政绩就可以升官发财的完美捷径。为啥这些人愿意做这个功臣？为啥皇帝也乐意见这些人？核心还是因为青楼这些地方不只是寻欢作乐的场所，更是权贵们捆绑利益的秘密基地。以前想搞垮一个人太简单了，扔点桃色绯闻出去，这人立马就身败名裂，卷铺盖下台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在一条船上就得一起去风流场所留个把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谁也别想独善其身。可你们发现了没？现在这招不好使，甚至可以说完全失效。谁是最好的例子？特尔，这家伙桃色绯闻一箩筐，婚内出轨、侮辱女性的言论满天飞，结果呢，非但没下台，反而坐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。合着以前能致命的桃色炸弹，现在连人家的皮毛都伤不着。就在大家纳闷常规手段没用的时候，他来了，一个把皮条客做到天花板，把拉权贵下水玩到地狱级别的恶魔——杰弗里·爱泼斯坦。今天咱们就彻底扒清楚，为啥全球这么多权贵名流明知他是登记在册的性侵罪犯，还上赶着要跟他往来？为啥古代的桃色把柄过时了，爱泼斯坦的地狱玩法却能绑定半个西方精英圈？鲁迅要是活着，恐怕都得拍桌子。我写的人性之恶，你这是直接把地狱搬来了人间呀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本期视频咱不绕弯子，从中国古代的青楼秘闻谈到美剧里的皮条客剧情，再到爱泼斯坦300万页解密文件的核心猛料，一步步揭开全球精英阶层的肮脏游戏规则，绝对刷新你对权贵二字的认知。咱先聊聊中国古代的皮条客产业青楼。很多人觉得青楼就是寻欢作乐的地方，其实不然，它本质上是古代权贵的利益交易所跟把柄制造机。中国古人早就有记载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说刺绣文不如乙式门，这里的乙式门就包含了青楼产业的雏形。到了唐宋时期青楼发展到顶峰，江南花魁名妓，比如苏小小、柳如是，哪个不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？他们吸引的不是普通纨绔子弟，而是当朝的大臣、人文墨客，甚至是皇帝。宋徽宗为了李师师挖地道出宫，这事咱自然耳熟能详。为啥皇帝放着3宫6院不去，非要冒着犯天下大不讳之风险去青楼？除了美色，更重要的是安全。皇宫里耳目众多，说话做事束手束脚，而青楼里鱼龙混杂，反而成了权贵们密谋大事、交换利益的绝佳场所。更关键的是，一起去过青楼，一起留下过把柄，就相当于拜了把子，彼此有了牵制，谁也不敢轻易背叛。论语说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可古代的权贵们把不为的底线抛到了脑后，反而把同流合污当成了结盟的筹码。咱中国还有句老话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。放到青楼里就是进了青楼门就是一条人，
以前想整顿谁啊，不用查贪腐，不用找罪证，只需要把他在青楼的丑闻一曝光，轻则丢官罢职，重则身首异处。这就是古代皮条客产业的核心逻辑，用桃色把柄捆绑权贵利益。说到这儿，想起个段子，特别应景，你们听听啊。有个古代官员刚上任就立志做清官，对青楼深恶痛绝，还下令查封全城青楼。结果呢，没过1个月，他自己就偷偷跑去青楼赴宴，被手下撞见以后，手下就纳闷：大人，您不是要查封青楼吗？这官员叹了口气说：没办法呀，同僚们都去，就我不去，他们不敢跟我办事儿，怕我哪天举报他们。我也是为了工作呀。你还别笑，这话撂到古代，那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以前的权贵进青楼寻欢是一部分，更重要的是为了交投名状，是为了证明他们之间是一伙的。可时代变了，这套桃色把柄的玩法到了现在居然失效了。最典型的就是特朗普，这家伙的桃色绯闻比古代任何一个贪官都多。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，他侮辱女性的录音被曝光，大家都以为他必输无疑。可结果呢，人家硬生生当选了美国总统。2024年竞选，爱泼斯坦事件的黑料缠身，文件里提了他3000多次，还牵扯出2016年未成年性侵案，证据链都快闭环了。结果呢，人家该选总统选总统，该拉票拉票，啥都不耽误。常规的桃色绯闻早就不够劲爆。以前的权贵怕桃色丑闻曝光，是因为还有底线，还有羞耻心，还在乎名声。可现在的西方权贵连羞耻心都丢了。你曝光他的绯闻，他非但不慌，反而还利用绯闻博眼球、拉流量。特尔就是最好的例子，说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们爱咋咋地。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操作，直接把常规反制手段干废了。就在大家纳闷怎么才能拿捏现在权贵的时候，爱泼斯坦出现了。这个被称为地狱使者的男人，把古代青楼的把柄逻辑升级成了地狱级玩法。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公布的文件，自2005年爱泼斯坦首次被指控虐待未成年少女以来，检察官累积了超过600万页资料，其中300万页已经陆续公开，最后一批文件上周刚公布。可就算是这300万页，90%以上都被人为涂黑了。你们知道这像啥吗？就好比你买了一本真相小说，付了全款打开一看，里边97%的重点都被涂了个黑漆抹黑的。出版社还一脸认真的跟你说，不好意思这部分内容涉及隐私，不方便公开。这不纯纯扯犊子吗？这不就是明摆的告诉全世界，我们就是要掩盖真相，就是要包庇罪犯，就是要让那些被摧残的受害者永远沉冤得雪。爱泼斯坦最恐怖的地方，不是他自己干了多少坏事，而是他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权贵黑网。根据文件曝光，和他往来的权贵遍布美国乃至全球。美国总统特朗普、前英国王子安德鲁、门巴顿温莎、前以色列总理艾胡德·巴拉克、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·卢特尼克、前英国驻美大使彼得·曼德尔森，还有挪威王室成员，这些人哪个不是站在金字塔顶尖的精英？哪个不是被无数人崇拜的成功人士？可他们偏偏就跟一个2008年就被列为性侵犯罪者登记名单的人密切交往。这背后的逻辑比古代青楼的把柄捆绑更黑暗、更变态。我专门翻了跟此案多年的记者马修·戈德斯坦的报道，他说爱泼斯坦揭示了全球精英阶层的运作逻辑：金钱吸引关注，关注带来人脉，人脉编织利益网。哪怕你是一个罪犯，只要你能拉拢足够多的权贵就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枢纽。说白了，爱泼斯坦就是个终极皮条客，但他拉的不是普通的皮条，而是地狱皮条。古代青楼用的是自愿的铭记，而爱泼斯坦用的是被迫的未成年少女。古代青楼的把柄是桃色丑闻，而爱泼斯坦的把柄是性侵罪证。古代青楼的目的是利益交换，而爱泼斯坦的目的是彻底捆绑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这些受害的年轻女性大多来自东欧、俄罗斯的破碎家庭跟贫困背景，有些甚至在原生家庭里就遭受过虐待。在那些权贵眼里他们就不是人，而是物品，是用来取乐的工具，是用来捆绑的筹码，是随时可以抛弃的垃圾。孟子说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。可这些所谓的精英连最基本的恻隐之心都没有。有份证词里说爱泼斯坦会把这些未成年少女带到他的萝莉岛上，给权贵们举办秘密派对。派对上的所作所为
比美剧《美国恐怖故事》里的剧情还要恐怖10000倍。以前我们看到美剧，觉得那些虐待无辜、突破人性底线的剧情都是编剧脑洞太大，可现在才知道，人家美剧拍的不是虚构，是西方精英的日常纪录片而已。更讽刺的是爱泼斯坦2019年8月8日在监狱里立遗嘱，而他2天后就自杀了。8天后，这份遗嘱居然就生效了。美国办事效率啥时候这么高了？以前咱听说美国人办个签证都得等2月，办个社保都得跑3趟。现在处理一个权贵保护伞的遗嘱，比外卖小哥送餐还快，比咱们国内取快递还方便。而且他那2.88亿美元的遗产，短短几年的时间缩水到1.27亿美元，这钱都去哪？谁也说不清。受益人名单里有他的女友、律师、会计师，还有他的同伙吉斯莱恩·麦克斯韦，唯独没有那些被他摧残的受害者。这操作连古代的贪官污吏看了都得直呼专业。咱中国有句老话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可爱泼斯坦自毙了，那些跟他同流合污的权贵却一个个逍遥法外，特承诺要公开全部真相，结果公布的是早已公开的信息。安德鲁王子被曝光以后只是退出王室，没受到任何法律制裁，其他涉案的权贵更是连名字都被涂黑，安然无恙。家人们，咱们看爱泼斯坦事件不能只当热闹看，不能只骂一句这些人真坏就完了，咱们得看透这件事背后的核心痛点，得明白这不是个例，而是西方社会系统性的腐烂。第一个痛点，常规反制手段已经失效，权贵底线彻底崩塌。以前的桃色绯闻能搞垮一个权贵，现在的性侵黑料却连人家的政治生涯都影响不了。特就是最好的证明，绯闻越多，支持率越高。这背后是权贵们羞耻心的丧失，是恶有恶报的逻辑的崩塌。当一个社会作恶不仅不用付出代价，还能获得利益，这个社会就彻底病了。痛点2，精英阶层物化女性，底层受害者们求助无门。那些受害的未成年少女来自贫困家庭，无依无靠，她们被摧残、被虐待、被当成工具，却连站出来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关键证人要么被自杀，要么销声匿迹，要么被威胁恐吓。就算文件曝光了，他们的痛依然得不到关注，他们的创伤依然得不到治愈，他们的公道依然得不到伸张。这哪是人权典范？这就是权贵的游戏道具，就是西方社会最黑暗、最肮脏的伤疤。痛点3，司法与制度沦为权贵保护伞，真相被刻意掩盖。300万页文件，90%被涂黑。爱泼斯坦离奇自杀，涉案权贵无人追责。这背后不是证据不足，而是权力干预。美国天天喊司法公正、透明公开，结果呢？司法成了权贵遮羞布，制度成了权贵保护伞。普通人想要知道真相，比登天还难。这种系统性的腐败，比单个权贵作恶更可怕，更难根治。很多家人会问这西方社会这么黑暗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难道只能眼睁睁看他们作恶吗？我只能说爱泼斯坦事件不是一个人的罪恶，而是西方精英阶层的集体堕落。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，而是西方文明伪装下的必然结果。古代青楼的把柄捆绑尚且还有底线，而爱泼斯坦地狱玩法早已突破了人性的极限。而咱们中国的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，晚上出门不怕被抢劫，孩子上学不怕被虐待，看病不怕掏空家底，举报坏人不用怕被报复。但中国的文明是真正的文明，尊重生命，尊重女性，尊重每一个普通人的尊严，不把人当工具，不把恶当潮流。这些都是西方社会梦寐以求却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。说到底对于我们而言，最幸运的就是我们只需要珍惜当下就好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见。